嗨，大家好。最近有朋友在 YouTube 上问我，发现我在炒菜的时候，我的锅的温度不是很高油温也不高。问应该是热锅凉油啊，你的锅好像温度不高。其实热锅凉油呢是餐馆大厨必备的一个技巧，它用的是铸铁锅。那么热锅凉油呢，主要就是为了不粘。那我用的呢，多数都是不粘锅。不粘锅呢，就没有必要去热锅凉油了。我炒菜的时候经常会这样炒，先把葱姜蒜切好不用蘸盘子了，直接就放到锅里，然后再准备其他的菜码。等都准备好了以后，这时候往锅里边倒油，开火，葱姜蒜还有其他调料就在这种油温慢慢的升起来的同时，香味慢慢的释放出来。这样的效果也非常好，也不至于温度过高把调料炒糊。另外一个也不会产生油烟。比如我现在要煎一下花椒和辣椒，这时候我就用的是凉锅凉油，慢慢的用小火把花椒和辣椒煸香。如果锅的温度过高，辣椒很容易就糊了。煸出香味以后，再放入猪肉片，猪肉片能够充分的吸收麻辣的味道。这时候我们再把火开大，锅的温度不会上升很多，既可以保护锅表面的涂层，佐料也不会炒糊，肉片也能炒得很好。如果你还是用热锅凉油的方法，那就要先干烧这个不粘锅。一个不小心，不粘锅的表面涂层就会被你烧坏。很多朋友会发现自己的不粘锅新买的时候还很好，刚用了1-2个月，发现怎么开始有点粘了。3-4个月以后不行了，这个不粘锅的功效已经完全失去了那就是因为你使的时候不太精心。只要有一次干烧的温度过高，把表面涂层烧坏了，这时候不粘锅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使用不粘锅炒菜的时候，如果锅表面没有水分，开火的同时倒油就可以，也不用等到油温升得很高才放肉。所以我使用不粘锅炒菜的时候，基本上是如果锅里没有东西，我就不开火。再来看看我怎么用不粘锅来煎鸡蛋，这个时候我都可以不开火，可以非常从容的调整一下鸡蛋黄的位置，把它放在中间。如果开大火，你就没有这个时间了。这时候你就可以从容的把火打开，盖上一个玻璃盖，你可以观察鸡蛋的样子。1分钟以后把火关掉，再用余温焖一会儿，达到你的要求的时候离火。这样做非常从容的就把鸡蛋煎好了，又省锅又省火，而且鸡蛋的软嫩程度非常容易控制。当然，如果要是炸鸡肉炸鱼或者是做水煮鱼，我们最后要浇那个明油很多大厨在炒菜的最后都要淋点明油，那个温度是非常高的。那我们就不要用不粘锅，就用普通的铸铁锅就行了。炒完菜以后，不要立刻去刷锅，温度骤然下降也会对表面涂层形成伤害。刷锅的时候也尽量避免用坚硬的物体，比如说钢丝球或者是比较坚硬的毛刷子都不太好，用质地比较软的抹布来擦会好一些。好，今天就讲这些，临走前您别忘了点赞订阅。这里是上师厨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